最近無論係美股、港股，甚至係加密貨幣嘅市場，都出現大跌嘅情況。咁雖然依家市場啦就面對住咁多唔明朗嘅因素，不過正因為股市嘅回調啦，都令到唔少股票啦由高位已經累積咗唔少嘅跌幅，而相對比起之前嘅估值啦，就已經係吸引咗好多㗎啦。咁就因為咁，相信有部分嘅投資者啦，已經係開始打算去慢慢趁低吸納，去到執平貨嘅。有勇氣喺跌市嘅時候趁低吸納係一個好開始。咁不過投資者除咗要有咁嘅諗法啦，亦都要揀啱股票對象去到投資。咁雖然好多股票已經係比起之前有成50%甚至更大嘅跌幅，不過亦唔係代表佢之後有能力啦喺市況轉好嘅時候由低位反彈去翻之前嘅高位㗎。咁所以喺撈底之前，投資者係要小心篩選啊，千祈唔好因為隻股票跌咗咁多而走去撈底啊。咁一定要分析埋公司嘅基本面同埋未來嘅前景先至好去投資嘅。咁所以今日啦，就想同大家去到分享兩隻唔值得趁低吸納嘅熱門美股嘅。Hello， 大家好，我係 Graham，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同埋投資嘅知識，歡迎大家去 subscribe。今日講嘅兩隻美股啦，都會係一啲美國嘅科技股。咁當中特別啦，會講到一啲疫情受惠嘅股票。咁就因為呢類嘅股票啦，喺早前疫情期間，俾投資者係過度追捧㗎，咁都令到股票大幅拋離實際嘅估值。而當業績嘅表現唔符合市場對佢哋嘅預期，就會出現暴跌嘅情況啊，咁令到高追嘅投資者啦係損失慘重嘅。好，咁嚟到第一隻我認為唔值得趁低吸納嘅美股啊，咁就係隻 Teladoc。Teladoc 係一間遠端醫療嘅龍頭公司。咁透過公司嘅系統啦，病人係唔需要親身去醫院或者係診所，佢哋可以直接喺任何嘅地方，透過電話或者係視像嘅形式接受醫生嘅線上診症同埋諮詢嘅服務嘅。當初因為疫情嘅關係，好多病人啦都唔敢直接去醫院求診啊。咁盡量係減低感染嘅風險。咁就因為咁，多咗人啦就開始接觸 Teladoc 呢種遠端醫療嘅服務啊。而因為呢一個概念，就令 Teladoc 嘅股價啦由疫情開始就爆升嘅，由大約85蚊升至最高位接近300蚊嘅水平。不過當疫情開始降溫，呢個炒作嘅概念啦就已經係逐漸消失㗎啦。投資者回歸分析公司嘅基本面，而發現公司嘅股價啦係遠遠拋離合理嘅估值。咁睇翻公司最近公布嘅業績啦，就可以見到增長嘅速度啦已經係慢咗落嚟㗎啦。咁就例如喺收入方面，今個季度嘅收入就比起上季就只有2% 嘅升幅嘅啫。咁相信主要係因為全球疫情已經係緩和，而引致增長減慢嘅。而身為一間估值咁高嘅公司，的確唔係一個理想嘅指標。另外喺總盈利方面，可以見到公司今個季度錄得非常驚人嘅60億美金嘅虧損。而根據公司目前嘅估值，今季60億嘅虧損係仲多過公司本身嘅價值。咁可以見到公司嘅虧損情況啦係幾咁嚴重㗎。不過虧損嘅原因啦並唔係喺業務上出現嘅，而係因為公司喺大約2年前啦就用咗185億美金嘅天價咧，係收購咗 Livongo 呢一間提供健康管理同埋大數據分析嘅軟件公司。咁就因為最近經審計之後得出嚟嘅估值啦，就證明 Livongo 嘅市值啦並唔係值185億美金嘅收購價。咁即係話 Teladoc 係用咗過高嘅價錢啦去到收購呢一間嘅公司。咁所以啦，就要喺今季嘅總盈利啦就反映同埋註銷呢個商譽嘅估值啊。咁考慮到公司嘅增長動力，因為疫情嘅改善已經係明顯減慢啦。咁再加上公司過去 Livongo 呢一個失敗嘅收購合併活動，咁所以啦，就算 Teladoc 喺公佈完業績大跌咗40%都好啦，我認為投資者啦都唔應該趁低吸納呢一隻嘅股票嘅。好，嚟到第二隻我認為唔值得趁低吸納嘅美股啦，就係隻 Netflix。其實早喺今年嘅1月都已經係出咗條影片去到分析我對 Netflix 呢間美國龍頭串流公司嘅睇法㗎啦。
咁雖然 Netflix 最近喺4月公佈完佢嘅季績之後啦，再係大跌多4成嘅，由最高位接近700蚊，已經係累積跌咗7成半咁多。不過公司啦，依家面對緊嘅競爭同埋經營嘅環境啦，我認為依家仲未係時候趁低吸啦。咁根據翻 Netflix 最新嘅業績啦，按年嘅收入增長速度咧已經係不斷減慢㗎啦，由超過20% 嘅按年升幅減慢至只有高單位嘅升幅百分比啊。咁反映公司嘅業務增長啦已經係接近尾聲㗎啦。其次啦係 Netflix 嘅經營利潤率啦。預計啦會由大約25.1% 減至嚟緊第二季大約21.5%。咁截至1月份啦，公司嘅業績整體啦都未見有太大嘅改善。公司管理層就解釋啦，當前嘅串流平台業務咧係繼續面臨好大嘅競爭。除咗一啲直接嘅競爭者，例如係 Amazon Prime、Hulu 同埋 Disney Plus 之外，其實 YouTube 呢一個互聯網嘅影片分享平台，同埋一啲傳統嘅電視節目，都係同 Netflix 間接競爭緊嘅。而隨住更多嘅競爭者加入呢一個市場，消費者嘅選擇已經係非常之多，令到部分嘅消費者會變相啦係取消 Netflix 嘅訂閱服務。根據 Netflix 全球嘅訂閱人數，最近公布嘅數據已經係比起上季下跌㗎啦。而 Netflix 預計嚟緊第二季啦係會持續下跌嘅趨勢，反映住隨住競爭越嚟越激烈 ，Netflix 嘅訂閱人數啦亦會係持續減少。咁我相信喺短期內 Netflix 會係比較難去到扭轉當前嘅經營局面啊。咁為咗係改善收入嘅增長減慢嘅情況 ，Netflix 喺呢一次嘅投資者會議入邊，已經係改變咗以往堅決唔會喺 Netflix 播放廣告嘅諗法啊。管理層提到，可能未來啦會為訂閱者提供多一個選擇。咁如果訂閱者係可以容忍廣告嘅話咧，咁就可以用一個更加低嘅價格去到訂閱 Netflix。咁但係呢一個新計劃啦，似乎啦就有好大反對嘅聲音。咁有唔少嘅投資者更加係質疑新訂閱選擇嘅成效。其次嘅係為咗擴大公司提供嘅娛樂體驗 ，Netflix 就喺上年宣布會開始發展佢哋嘅遊戲業務。咁所有訂閱 Netflix 嘅用戶都可以免費下載 Netflix 嘅遊戲啊！而目前 Netflix 已經上架咗大約20款遊戲㗎啦，大部分啦都係一啲手機 App 嘅遊戲程式，而當中有部分嘅遊戲係同 Netflix 自家出嘅劇集係有關聯嘅。咁但係就因為遊戲呢一個行業啦，就已經有好大嘅競爭。咁就例如係騰訊同埋暴雪娛樂 Blizzard Entertainment 已經係霸佔咗遊戲嘅行業。咁再加上 Netflix 本身啦係冇任何創造遊戲嘅經驗，咁所以啦就需要花大量嘅資金去到收購唔同嘅遊戲開發商去到發展呢一個新嘅業務。要燒幾多錢，花幾多時間同埋精力先可以有機會成功轉化成一個正現金流嘅業務，的確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咁所以就算 Netflix 跌咗咁多都好，我暫時啦都唔會考慮趁低吸納 Netflix 嘅股票。咁希望今日嘅影片都幫到大家。咁最後啦，如果大家係有興趣知道我自己嘅私人投資組合同埋佢最新嘅投資部署，都歡迎大家去 join 我嘅 Patreon 去攞更加多獨家嘅資訊。咁詳細嘅資料都可以去翻下邊嘅 description 參考。多謝大家收睇啊！希望大家係可以 like 我條片啦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account。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集繼續和你賺。